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听课这个听课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就叫做菩提心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们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我们要成佛。因为我们如果不成佛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不但是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也没有办法利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成佛。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那么怎么样成佛呢？就是要修心才能够成佛。成佛就是要修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心。那么修心怎么样去修？这个我们要去学习首先我们去学这个成佛的这些方法，修心的方法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课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菩提心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就发心我们要度化一切众生那么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救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今天学习修心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就叫做菩提心。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这个课呢，在这个整个佛教里面最基础的一个课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个虽然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但是这层次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层次很高的法因为这个比如说像大圆满大受因等等这些密宗里面讲的这些高深的法还有就是比如说汉传佛教的这个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等等这些高深的法虽然是这个级别很高很深奥的但是呢这些法从目前的情况看先暂时不太适合我们不适应不太适应所以我们就是要选择一个层次比较低的这样子的法。那么层次比较低的这个法这种修心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用得上能够用得上因为这个它的要求本来就不是很高它本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像小学1年级的课程一样它本来要求不是很高，它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基础，不需要太高的基础它本来就是基础的法，所以基础的法它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太高的基础比如说像大圆满大受因还有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空心等等这些高深的法虽然是很这个层次很高然后很深奥，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们就是先修最简单的法然后修了这个简单的那么简单的法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层次。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这个功课呢，所有的这些基础的这些修法里面呢也是层次最低的层次最低的那么我们这个层次最低的做好了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接着就修第2步第3步第4步，这样子一步一步修这样子就是比较踏实修心就会有收获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讲的这个收获什么叫做收获呢？
比如说我们学佛、烧香、拜佛、念经啊、磕头啊，这些也有收获的啊。但是这个收获呢，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比如说我们念经有功德啊，有功德可以积累资粮，也可以清净我们自己的这些罪过啊。但是呢这个功德在哪里，我们也看不见看不见清净了多大的这个罪过，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收获就是不是这些收获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听课，还有修心打坐，也有功德也有积累资粮，也有这个忏悔我们自己的罪过，这些功德都有。但是我们的这个收获呢，不是这些很明显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改变自己，这个就叫做收获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佛，或者是我们没有修行之前我们比如说特别的傲慢或者是说脾气特别的暴躁，或者是很嫉妒很喜欢嫉妒的或者是特别的贪财或者是这种嗔恨心很严重就很容易生气比如说一个这样子的人自从进入了佛门然后呢接受这个佛教的教育接受了这个佛教的教育，然后通过这个佛教的训练的方法去训练自己的心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改变自己。那么这个改变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我们之前是什么样子，之后是什么样子，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差距都是自己很清楚的，自己很清楚。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修心佛教的这种修心呢，其实就是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觉自己的进步所以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一个非常实在的过程。比如说就像我们吃饭能够填饱肚子一样的真实所以修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解脱呀、成佛呀这些没有修行那当然不行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修心，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训练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也不会很幸福的为什么不幸福呢？本来人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宗教的信仰还有就是唯物主义的教育等等这些后天我们学来的这些东西全部抛开了以后呢，人他就是有一个本质的东西人就有个本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信佛、信这个信基督、信伊斯兰教，或者是这个信无神论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见解、这些观点都是我们后天学来的，不是先天的那么这些东西全部抛开了以后呢，人就有一个先天的一个本质那么这个本质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生活的区域那么一个就叫做物质的生活，另外就叫做精神生活。那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呢，是人的一个先天的需求先天的需求。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信仰宗教，或者是不信仰这个其他的就不需要精神生活或者是
不是这样子，这人本身就有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生活的领域，就有两个这个需求，那么任何一个这个需求得不到这个满足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就不会幸福的，人就会痛苦。比如说我们没有钱不幸福的然后呢，同样的一个是什么呢？在精神上缺乏了一些东西的话，同样也不会幸福的。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我们过去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就是这个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呢，实际上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就比较忽略了就因为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就是这个物质精神方面呢我们忽略了，其实如果精神上面呢，就是精神生活这方面缺乏了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跟缺乏物质是完全是一样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比缺乏物质还厉害的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重要，这说不清楚的。有些时候我们在物质的这个生活方面呢，非常的富裕，但是很不幸福的，就是因为精神上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有些时候呢，精神上很丰富，精神的生活很丰富，但是没有物质人也就没办法生存的。所以呢这两个那一个重要，我觉得这个很难说，这里面没有重要不重要的，这两个都很需要的，都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两个方面的这个训练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大家都比较喜欢去做这个运动肉体的运动但是呢我们不去做这个精神上的训练那也就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肉体不运动就是会生病不健康，同样的我们的精神不训练的话，那也就是会得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病。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就是因为大家的每一个人的心都很浮躁，然后呢很空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些这个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容易在精神上出问题那么精神上出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物质方面呢，再丰富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感觉不到幸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先不讲成佛，先不讲这个解脱就讲眼前的这个现实生活的话，那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训练的。但是这个我们过去大家都不太了解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就几百年来，大家都就过了比较贫穷的这个物质方面呢，就过了比较贫穷的生活。这样子，因为人都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过了这个物质方面的这个贫穷的生活，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是在物质方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需求一个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教育也有关系，我们的教育呢就不怎么提供精神上的东西给我们教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这个积累更多的物质更多的就是这些，它不提供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不太强调这个精神上面的这个价值我们讲的都是物质，就是跟这些有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受这个佛教的教育，受了佛教的教育以后呢，正好这个缺陷用佛教的教育来弥补那佛教就是它
他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既不是强调物质也不是强调这个精神佛教就告诉我们，这两个都需要的两个都需要，这个必须要做到，至少物质和精神两个生活要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才能够这个幸福然后人有了这样子的幸福感，有了这种安全感然后才能够有这个更崇高的这个理想更崇高的理想。我们的精神都不健康了肚子都吃不饱了，那还能有什么理想呢？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们的心身健康了以后呢，才会有这个更崇高的理想。所以佛教就告诉我们，首先把这两个要做到平衡平衡了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想得出就是比较更高的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寻找成佛呀、解脱呀，或者是利益众生这些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有才能够有机会去想这些事情所以首先我们把这个修心对这个修心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训练的方式我们人就像我们需要锻炼身体一样我们也需要锻炼我们的这个精神如果精神上不锻炼不训练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赚了很多钱然后就是去这个经常去这个锻炼身体身体健康肉体健康，但是呢精神不健康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去修行训练这样子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训练为什么要修行的一个简单的理由然后呢接下来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训练呢？怎么样去修心呢修心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修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修心呢？因为目标有很多很多种目标修心有很多种目标。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想成佛为了成佛就修心有些人呢就像南传佛教他不想成佛，但是呢他想这个解脱他不想这个生老病死所以他就想解脱。那么他的这个修行呢也跟这个大乘佛教的修行呢也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呢他既不想成佛也不想解脱那么他需要什么呢？他想心平静心平静因为心浮躁这样子就心很浮躁空虚，然后失眠然后又精神上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子以后呢，他虽然是不想这个他的目标不是成佛和解脱，但是呢他想心平静那这个也是一种目标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达到身体的健康通过这个精神的训练达到身体健康有些人的目标是这样子那么有些人的目标呢就是为了神通他希望他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们普通的人看不见的东西然后他想知道他的心能够知道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一些东西这个就叫做特异功能或者是叫做神通有些人呢就是为了神通修行所以这些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目标，所以就有很多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今天讲的这个修行呢那这些这么多的这个目标当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的目标第一个，我们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学佛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心平静而学佛不是，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这一点然后呢更不是
更不是为了神通啊，我们不是为了神通，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都没关系，只要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肉眼跟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两个它是每一个人人的器官，跟他有一个他自己的相应的适应的世界这个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已经够用了所以他就我们不需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追求也不是这些也不是追求这些那么我们的追求目标是不是解脱呢？当然是解脱，但是呢不应该是个人的解脱不应该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解脱那么不是一个人的解脱，那么就是为了谁的解脱？那就是应该是为了所有众生的解脱这个就叫做大乘佛教的菩提心这叫做菩提心那我们应该是这个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修这个心那么成佛的这种方法，这个修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修心所以我们今天修的就是大乘佛教的修心那大乘佛教的修心，我们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跟小学的这个课程差不多的这个就叫做四加心和五加心加心或者是四前心和五前心前心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进入主题主题是修大圆满大手印，修这个空心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修法基础的修心，基础的训练这个叫做这个前心那么基础的这个训练最基础的训练我们分两个层次虽然这两个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其中第一个呢是基础的基础第二个呢稍微在这个基础的这个训练当中层次稍微高一点点的那这个就叫做四加心和五加心这两个四前心和五前心就一个意思这两个是等于是这个小学生的课程小学的课程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等于就像中学的课程这个就叫做禅定修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现在不着急禅定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修空心就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或者是心经心经和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空心或者是大圆满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的大圆满大手印，或者是汉传佛教的这个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我们真正的最后需要的追求的东西就是这个这是等于是大学的课程了等于是大学的课程。那么从小学的课程最后学到这个大学的课程，在这个中间呢大概就是需要7、8年的时间目前我们安排的是7、8年的时间7、8年的时间，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7、8年的这个功课全部都做得比较到位这样子的话呢就是7、8年以后呢有可能我们可以证悟，就是这个意思证悟那么证悟了以后又怎么样呢？证悟了以后并不是成佛了并不是说成佛，也不是说不需要修佛证悟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这个禅宗里面讲的一样恍然大悟
大悟，悟什么东西呢？彻底的明白彻底的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的真相彻底的明白了自我的真相。那么彻底的明白自我的真相，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彻底的推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还有我们对自我的这个错误的观点，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个错误的观点这都推翻了。那为什么要推翻呢？因为这些错误的观点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不自由不自在，让我们就这个生老病死不想投生也要投生不想衰老也得要衰老，不想死亡也要死亡。那么这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的观点导致了太多的这个烦恼，然后这些烦恼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这些烦恼就让我们去做比如说杀盗淫妄就是造这些罪业造了这些罪以后呢因为造了这些罪，然后又让我们堕地狱堕畜生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轮回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循环，生死轮回这样子一直都这个不断的轮转这叫做轮回所以我们最终要证悟证悟了以后呢，这个轮回的生死轮回的这个动力就被这个破坏了从此以后呢不轮回可以解脱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需要有7、8年的时间那么7、8年以后呢，是不是不需要7、8年以后是不是不需要修？那当然不是修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辈子的这个事情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修一辈子修心就是要修一辈子呀，这个是一辈子的功课，这个并不是2年3年的事情所以我们修心的时候呢不能这个急功近利就是我们修2、3个月以后呢，就希望就有一个很大的收获然后2、3个月过去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收获，就失望绝望退转不想修心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必须要有这个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路不管有再难再艰苦再怎么样我必须要走下去暂时在短期之内也许有明显的收获，也许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但是呢只要我自己不放弃我能够努力坚持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定一定会有成果一定会有成果。这个是为什么一定会有成果呢？因为这么2500多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成千上万的人走过这条路走过了这条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就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如果走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是跟大家一样的，所以这个路是完全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条路只要相信自己的路，不放弃坚持这样子的话，那就一定会有这个成果，一定会有成就的这个就叫做修心很这个我们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特别的重要真的是如果不修行如果人没有什么崇高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人的这个生活生命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即使是我们
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啊，比如说工作、感情、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顺利，这个身体很健康等等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太短暂了太短暂了就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人来说比如说50年、60、70、80年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但是呢，50、60、70、80、100年对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它特别特别的渺小特别的渺小。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在100年当中特别的幸福，一切都是顺利，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也就不算什么了，太短暂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所以所以我们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比较顺利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很快的不顺利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很长，那感觉上很长。但是呢，幸福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时间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我们就找不到什么正确的答案人的真正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大家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这个答案。为什么找不到？就是因为没有刚才我们讲的即使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人没有这样子的一辈子都就顺利的人没有这样子的人。即使是有那么这个时间也是很短暂所以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我们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级别净化我们的心灵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是就增长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力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够超越这个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就是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人生有意义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总是希望在这个人生当中希望就是出现一个奇迹或者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就等待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会出现一个奇迹，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精彩的这个人生但是呢不会有什么的过去了以后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什么奇迹，不会有什么精彩就是这样子，一生就过了以后呢，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什么一生又一生都是这样子。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应该算是我们这一生应该算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那么以后呢，就像这样子的这个机会都不一定有的。所以轮回当中这个轮回当中，如果我们不超越不了的话，那么在这个轮回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比较满意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这个很难的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大家尽量超越眼前的这个幸福快乐因为我们过去的福报人是因为我们过去有福报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做人那么人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相对的幸福和快乐的尤其是跟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生物比较的话，那人还是会有一些幸福和快乐但是呢，佛就告诉我们不要沉迷在这个眼前的这个
快乐幸福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一点点这个幸福和快乐啊，那么不做任何这个准备啊，不做任何这个比如说修心啊这些，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为了眼前的幸福，把长远的这个幸福和快乐都给牺牲掉了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不划算的啊。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大家要修心修心才能够在这个修心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意义修心当中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目标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修心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修心第二个我们应该修什么样的心应该选择哪一种修心修心有很多种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我们是应该去修这个成佛的成佛的这种方法成佛的这种方法。那么成佛的方法，我们刚才讲，我们暂时把它分为3个这个阶段大概就是在7、8年当中这个要完成的。但是这个7、8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的。这个能不能完成这个功课能不能完成，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把握的如果能够完成的话，那就是需要7、8年的时间这样子。但是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可以了。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就是小学的课程是修四加行修四加行那么四加行的这个它的作用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今天就不需要讲了。这个就是为了培养出离心为了培养出离心，或者是说为了创造一个修心的动力修心的动力以后我们要修心那么修心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不修心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去用来很多人去出去旅游吃喝玩乐或者自己的休息等等可以用到这些方面了如果我们不修心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去修心那就是在这个吃喝玩乐这些时间上面呢，可能要做一点点的这个牺牲应该可以做一点点的这个牺牲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最不愿意牺牲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最不愿意牺牲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动力修心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那么我们以后就慢慢的就越修越修就是越差越修不上去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呢只是什么是动力呢怎么样创造这个动力，怎么样去创建这个动力这就有4种方法4种方法就叫做四千行那么四千行当中，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叫做人生难得人生难得意思就是说佛首先让我们肯定我们的生命的价值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要肯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不管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利的没权利的不管是这个是什么样的角色从修行的角度，从学佛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幸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这个很有福报很有福报的非常的幸运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就叫做人生难得，因为我们就这一生当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人生，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我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要去肯定我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很多人就不懂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这个琐事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个事情左右我们的心然后呢，很多人就活得不开心呢甚至严重的就去自杀呀等等全世界每年自杀的人都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存的价值，他觉得活得没有意义那么为什么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呢？因为他看得不远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生命呢，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几十年那么在这么几十年当中他觉得没有什么他可以追求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尤其是未来的这些时间当中他没有发现什么他可以追求的东西，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当中他觉得没有什么让他有希望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人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就去自杀呀等等抑郁症焦虑就是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因为看得很短远的地方都看不见就像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地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它长什么样子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知道的，如果我们不脱离这个地球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很近我们的眼睛在地球上最多往前可以看10公里往后也就可以看到10公里因为地球是球形的，这10公里以外的我们看不见的我们往前往后都只能看到10公里左右那是因为我们人就在这个地球上那没有办法超越它，所以我们看不到看得很近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真相同样的，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往前可以看到几十年往后也就只能看到几十年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价值判断价值观就在这个往前几十年和往后几十年就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觉得这个往后的几十年当中有用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很有用往前未来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对我有用的，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用，我要去追求然后再往前的或者是再往后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东西太少非常非常的有局限性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未来过去是什么呢？过去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一生从小到现在然后呢，我们认为我的过去就是这些，没有其他的过去然后呢，我们的未来也就是这么几十年那么几十年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几十年以后对我有用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这一生当中我为什么是人我为什么是一个人，
而这些动物呢，它为什么不是人啊？那我为什么是人？这个动物它为什么不是人？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简单稍微知道一点的，可能会说，因为这个是他们还没有进化，我们可能进化的稍微早一点啊。其实这个解释不了，这顶多也就是一个肉体上的解释而已，这解释不了。所以我们这些都不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一个未知的这个区域，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特别特别有局限性。那么我们接受了佛教的教育，把这些局限性有很局限的这些东西就打破了以后呢，我们看得更远然后我们看得更深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价值一些全新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我们自己的自身的价值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这一生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那么我这个人生拥有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呢，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往哪方面奋斗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用这个生命去做什么是最好的这一生当中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应该追求什么这些都不清楚因为我们这些东西呢，我们接受的这些教育就是学校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学不到然后呢，我们的父母还有身边的人，他们也不了解，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么这么深奥的东西呢，我们自己没有人教的情况下，我自己也想不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活得很迷茫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非常非常迷茫，非常的茫然自从学了佛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前后的事情，然后就了解一些这个生命的真相从此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活才是最有意义这一生当中应该追求什么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学佛的这个第一个学佛的这个进步或者是收获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4个这个功课当中的第一个，叫做人生难得人生难得。那么这个人生难得呢，有2个部分一个是首先我们要去学它的这个理论，先去学它的理论然后这个理论学好了以后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种方法论这个理论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理论怎么样用到这个实际上怎么样去落实怎么样去训练就有2个部分了2个部分所以这2个部分这2个部分在佛教里面就叫做闻思修闻思修。闻是什么？闻就是去听听，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课来听课一样思就是思考自己去思考闻和思通过这2个方法通过闻和通过思，我们去学习这个它的理论这是第一个。第2个呢，修其实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在讲这个他的这些训练的这些方法在讲这个训练的方法。那么训练的方法我们懂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去修因为我们很多我们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理论上知道一些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理论，我们刚刚学到的理论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是刚刚学来的一个观念然后我们的传统的老的观念呢，就是
就是从无始以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学到的这个知识要推翻过去的这种老的这个观念，那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去修反复的去训练反复的去训练以后呢，实际上这个训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新的观念新的观点强化了以后呢当它这个有力量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推翻这个老的这个错误的观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这些烦恼这些痛苦可以消除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去训练那么今天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这个很简单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生存的价值去认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然后我们要肯定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方法呢有很多种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它有37种方法有37个不同的功课来告诉我们这个来让我们训练就是说有37种不同的方法来训练。那么这个37种不同的方法呢，37个不同的方法全部学完了以后，全部修完了以后呢，就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我们讲的4个四加行里面的第一个加行就修成功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修完了？这不是一个数量来衡量也不是以时间来衡量，而是以它的这个改变我们的心态从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变化来这个衡量它的这个我们到时候慢慢可以讲进一步的去讲，它有一个标准，当我们的心态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修成功了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修。有37个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就初步安排，就是这个要修3个月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4个加行4个加行，每一个加行修3个月，这样子的话呢，就需要修1年的时间了需要修1年那么每天要修多少？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这个规定大家尽量每天我们就1个小时以上最好1个小时以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出差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应酬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是连1个小时也许可能就挤不出这个时间。那这样子也没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做功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明天2个小时就不但是这个是我觉得这样子只是一个要求而已这个不是我们的规定但大家尽量的完成，因为我们这些功课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光是听一下然后不做或者是偶尔去做一下这个功课修一修，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效果比如说我们生病治病的时候，这个药那么我们每日3次，每次要服多少，医生说服多少就服多少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治病那否则的话，那就是我们就7天8天才吃1粒2粒然后想吃的时候就吃，不想吃就不吃，这样子
没有办法治病的啊。同样的道理，学佛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大家尽量，但是呢，我们不安排不规定一个时间，这样子的话，也就对大家可能也许是一个压力啊。所以尽量完成啊，每天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左右。我们说左右的话，这个里面就有个空间啊，也许可以少一点，也许可以多一点啊，都可以的，1个小时左右。那当然有2个、3个小时，那就更好了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那我们要去想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要肯定啊，我这一生，我的这个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来之不易的啊。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个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的这个生命是来之不易呢？啊，那我们需要一个对比的东西啊，对比的东西才能够知道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对比的东西，那么我们不知道我到底多难得啊，都不知道，需要一个对比的。那么对比我们怎么对比呢？我们像地狱、恶鬼，然后就是这个动物跟他们的生命对比比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人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首先我们首先就讲这个这叫做暇蛮难得啊。暇是什么意思呢？闲暇啊，闲暇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很没有什么事情做了很闲它不是这个意思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学习修心的机会或多或少。比如说我们只要自己愿意的话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安排一些时间去学习，有去修心这个我们人类当中，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才有这样子的机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也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是有这样子的机会有这种机会叫做闲闲的意思就是说，至少我们每天就有一个我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有一个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可以闲下来，意思就是说我把其他的东西可以放下，先把其他东西放下，我专心的去学佛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有这样子的机会，叫做闲闲并不是说闲的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是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种闲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个里面呢，它有三个这个八闲暇一共讲了24种一共324一共讲了24种闲那么平时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感觉不到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稍微比较深入的稍微比较细致的去了解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时间，有这么多的自由，有这么多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就是有24种24种这个闲然后这叫做暇或者闲都是一个意思。然后满暇满就是圆满圆满是学佛的条件学佛修行的条件叫做圆满4个条件叫做4个圆满4个圆满。那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具备了这个4个圆满的这个4个圆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4个圆满，那么加起来了以后呢，就叫做34个这个暇满34个暇满，24个暇或者是闲一个意思。然后10个圆满10个圆满24种闲或者是24种闲暇，然后呢10种圆满一共就是34。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身上
都具备了这么多的这个条件，学佛的条件和学佛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的这个机会，这么多的条件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怎么不容易呢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八闲暇第一个八闲暇第一个八闲暇是最根本的，这个是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这第一个八第二个八和第三个八呢后来的人后来的佛教的这些成就者他们加上去的他们加进去的其实佛讲的这个八种闲暇就是前面的8个这个是最根本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就是先讲这个第一个八闲暇那么第一个八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需要一个对比第一个首先我们说比如说没有机会学佛的没有机会学佛的，没有时间去学佛的没有这样子的选择，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8个这个闲的相反的就是相反的8个就是不闲暇不闲暇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那这8个这个不闲暇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和我们的有机会，我们要对比对比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人都没有这些机会了那么我就有这个机会这个就是非常不容易，就是这样子那这个8个不闲暇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地狱的众生地狱是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在讲地狱和天堂都在讲可能是方法，可能一些细节上可能不一样，但是大致来讲地狱就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天堂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这一点可能是没有什么区别了，都在讲那么佛教讲的这个地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呢？它不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也不是这个地球上那这个怎么讲呢？佛教讲的世界包括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是，比如说一个造罪的人一个造罪一辈子都是这个造了太多的这个罪业的人比如说他就在这个地球上死亡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对他来讲就是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就在这个地球上就在他这个去世的这个地方，他就会看到这些地狱里面的一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是做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做梦做非常非常恐怖的噩梦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这个梦里面的世界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呢第一个当然不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那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呢？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也不是所有人能看得见那么只能这样子讲，对这个人来说他看到的这个恐怖的景象就在他的卧室里面因为他就在他的卧室里睡觉了以后呢，做梦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地狱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就像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车祸呀、空难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人就看到了很多这些非常恐怖的景象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是稍微有点点睡着的时候，就立即就在梦里面就出现这些东西
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有些人经常去杀盗淫妄啊，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啊，就是吸收了这个，就存储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心里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储存了太多太多的这些邪恶的力量、负面的这个力量。这样子以后呢，然后人死的时候呢，就像睡觉的时候做梦一样，然后立即就会看到这些恐怖的景象恐怖的景象。其实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世界，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不存在，这地球上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世界的。但是对这个地狱制造了地狱的人来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这个世界是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地狱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就像在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描述的这种地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睡着了以后呢，梦里面就看到了这些地狱的这些地狱的世界，然后呢，这个时间不是1天2天，比如说几百年几万年这样子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地狱了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回来了，没有这些地狱。但是呢，这个痛苦地狱的痛苦对他来说完全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梦里面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梦的时候然后梦里面发生的一切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个地狱呢，说是存在的也不是存在的如果说不存在也是存在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今天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人的时候，我们认为人间是存在的，其他都不存在，我们会这么讲但是我们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就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器官，换了一个大脑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想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是唯一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其他的这些世界都是不存在但是这些世界呢，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存在的世界，任何一个，哪怕是我们的这个人世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但是就像做梦一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有这些因缘存在的话，那就都会出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学这个佛教的这些道理理论，可能还没有学太多的。所以我想我们可能是2个问题是最重要。第一个，这些比如说像地狱恶鬼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佛教里面讲的这些世界，或者是这些生命到底存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肯定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除了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个生命以外，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前世和这个来世，那也就是叫做这个轮回这个到底存不存在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这个疑问比较严重但是没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的学，这2个是完全是存在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充分的理由，不是我们的眼睛你们也不能说这个只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就是充分的理由就
只要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充分的理由，那不对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当中啊，太多太多是假的啊，这个包括科学都已经证明了、印证了。那然后呢，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呢，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呢，是一个很愚钝的啊，所以他能够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有局限性啊，而且这个局限性当中啊，他看到的很多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啊，但是这些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先不着急啊，我们先暂时这样子相信啊，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可以了。当然要相信的话，那我们也得需要一个相信的理由啊，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说服我，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相信啊，这个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就讲这么多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啊，慢慢的学啊。其实这个慧灯禅修，这个我们应该是这个2年前或者有1年半左右啊，这样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训练的方法。我们学的都是这些佛教的这些最基础的，比如说地狱前世今生啊等等啊，就是学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些东西。所以学过的已经学过了1-2年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但是呢，我们比如说中间新来的可能也许有那么新来的就我们之前的这些都没有学的话，可能也有一些疑问但是没关系的，可以慢慢的学习。好，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比如说首先地狱跟我们这样子对比那么对比的时候怎么样对比呢大家要记住要4个方面4个方面对比第一个是地狱的环境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狱众生的这个心和身体心身第三个呢地狱众生的这个痛苦感受第4个就是时间就在这4个方面去思考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大家可以看这个慧灯之光这本书的第2本里面有讲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迦心里面的后面的这个轮回的痛苦这个里面有还有更多的讲的更细节的讲的更广一点的展开的讲的是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眼角这个还有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论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去学习但是这些都没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都没关系，到时候我们都要去学习学习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到这个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我们就比较深入的去可以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还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没有去学这些那么可能不太了解只知道地狱就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就更多的我们可能也许不太清楚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描述那么我们这个四迦心里面呢讲了2次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比如说地狱恶鬼讲了2次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难得就在这个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轮回的痛苦，也是四迦心里面的轮回的痛苦当中，他讲了两次那为什么要讲2次呢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啊，第一个人生难得当中讲地狱，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们要对比啊，要对比我们人类和这个地狱要对比，对比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啊，我的生命很不容易的啊，来之不易的啊，就是为了这个啊，讲地狱的痛苦啊。然后呢，后面又讲到了这个地狱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地狱的世界是一个很痛苦的啊，很痛苦的，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这些生命的痛苦，这些生命的痛苦。我就是为了这个啊，它的目的不一样啊，目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我简单的把这个训练的方法告诉大家啊，然后呢，我们回去了以后啊，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些书啊，然后书上讲的特别清楚的啊，特别清楚，尤其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燕教授大吉堪布翻译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白话文啊，这里面呢通俗易懂的，讲得很清楚，这些我们去了解啊，要进一步的去了解。简单，我现在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我们刚才讲了4个方面的，第一个是环境啊，环境。那么地狱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啊，地狱当然有18种地狱啊，18地狱大家都听说过。那么18种地狱的这个世界啊，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啊，佛经里面就描述，比如说地狱的众生啊，地狱众生的他的世界是什么样？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山河大地啊，它不是这样子，它的世界啊都是烧红的铁啊，到处都是烧红的铁。比如说我们在地狱的众生，在这个上面呢，走路的时候呢，把脚右脚放下去，立即就会烧脚冒烟啊。然后呢，左脚放下去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他的脚一离开了这个地面的时候呢，又会恢复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非常恐怖的噩梦啊，噩梦啊，就像我们做一个特别特别恐怖的噩梦。而且这个梦可以达到1万年、2万年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叫做地狱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啊。然后我们做一个现在类似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梦啊，这样子的梦，然后这个梦做到，比如说做80年、100年的话，那这个就叫做人生啊，这就叫人生。如果我们一个人的100年的这个所有的经历如果能够压缩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叫做梦啊，这就叫梦，不叫生活，就叫做梦啊。然后把这个梦拉长100年就变成了人生啊。除了这个以外，任何人都找不到准确的答案。为什么找不到？没有区别了实际上没有区别。我们会去讲很多的理由，其实最后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都不是理由。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真实的，梦就是不真实的但是呢，梦里面呢，做梦的人他可以找到所有的类似的这个证明，来证明他的梦里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这两个只有时间的长短没有这个其他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杀盗淫妄这种罪过造多了以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样子的噩梦都有可能。很简单了，这就是做一个噩梦而已
做一个噩梦而已。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地球上死了，然后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时空，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都是做一个梦而已啊。从这个梦当中醒过来，再去做另外一个梦啊，这么简单。所以呢，如果罪业杀到阴王的这个罪业多了以后呢，任何人都有可能的啊，这个不难，很容易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他的世界啊，他的世界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啊。从我们人类的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呢？这个世界在哪里呢？那我们会想我们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呢，造罪的人啊，正在做这样子的噩梦的人来说，那这个是可能的啊。他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烧红的铁啊，然后这个铁地面上啊，就是冒一周的这个火焰啊，一个这样子的，到处都是啊，天空没有蓝天，没有白云，没有日月啊，就是这个天空跟这个地都是分不清的，就是一片红啊，它的世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去思考那它的整个的世界都是一个这么非常恐怖的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找不到，比如说佛像比如说大座的地方的这个寺庙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佛经连比如说平时我们在人间，比如说不管我们信和不信但是我们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佛庙然后佛经佛像然后我们到处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我们去像大座的话，大座的地方如果我们想听佛法，那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可以听的地方到处都有，在这个人世界那么在这个地狱的世界当中呢，整个世界当中就是找不到任何的可以学习的地方可以听佛法的地方可以大坐的地方找不到人能够让人的心静下来的这样子的地方连一个佛像一个经幡这样子都看不到的。整个世界里面呢，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到处都能够看得到，只要我们自己想听都可以去听，想去朝拜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朝拜绕他磕头，我们随时都可以。但是呢，这个地狱的世界当中呢，整个世界里面呢，没有这些东西了，根本没有这些概念这个就是环境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时候，到时候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思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狱的地方那么我现在我所来到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一个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烧红的铁，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地方。然后没有佛像，没有佛塔，没有佛经然后这些这些环境根本就没有这些环境那就是我根本，如果我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地方，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可以学习佛法可以听连看都没有办法看到。那这两个一对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这一生真的是很幸运的，只要我自己愿意，我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学习的地方，可以看到修行的地方，可以看到朝拜的地方我随时都能够找到这些这样子去思考
啊，这是第一，环境啊，环境。第二个思维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人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啊，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和这样子的语言，这样子的心啊，这叫做身口意啊，身口意啊，所以我们人以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可以去抄经啊，可以去抄白啊，然后可以去磕头，然后我们可以去这个。我们的这个手可以去帮助人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手可以去供佛啊、抄经啊，这些都可以做。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可以去朝拜，可以去绕塔啊，可以去磕头，都可以去做。然后我们的这个语言呢，我们的这个语言可以去诵经啊，可以去念咒啊，可以去祈祷佛，我们也可以去讲经说法。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语言也可以去说很多很多帮助别人的话啊，都可以了啊，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尤其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这一生当中我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类的心，所以我就有机会去这个发善心发善心，发菩提心，发出离心，可以有慈悲心对这个佛的这个信心还有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我们可以去学习太多太多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解脱的这些智慧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呢有这样子的语言呢，有这样子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身口意，那我们能做吗？没办法做比如说地狱的众生的身体地狱众生的身体身体就是比我们的人的身体大几十倍大几十倍。然后呢地狱众生的这个皮肤很细很细的，比如说我们受伤身体受伤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皮肤很细很细，碰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疼的就是地狱众生的身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遭罪，现在要受痛苦了，所以他身体也就自然就变成这样子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主要是他自己的这个造罪的原因就身体也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地狱众生他的身体他没有办法去他没有办法去，他的手没有办法去抄经他的手没有办法去帮助人然后他的语言没有办法去诵经，没有办法去说帮助别人的话，然后他的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讲经说法然后他的这个心，尤其是他的心地狱众生的心，他每天24小时他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专注在他的痛苦上面他的痛苦上面根本就没有机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修行解脱呀、出离心菩提心。第一个根本他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的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这个他的痛苦之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像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慈悲心连这些名字都不会有的，根本没有这种观念根本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发这些心这样子我们一对比的时候呢然后深深的体会到我这一生当中呢，的确是很幸运的。为什么呢？只要我自己愿意，我随时都去可以磕头，随时都去可以，我的这个身体随时都可以去行善随时都可以，我们可以去布施，可以去放生可以去磕头，只要我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的然后我们的语言随时随地我都可以念佛念咒都可以的。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出离心，都可以发菩提心只要我自己愿意。那么
这个尤其是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啊，它一般是没有什么限制，它随时都可以去想啊，它可以去发出离心、菩提心、慈悲心，随时都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啊。那么这个地狱的众生啊，这个整个六道轮回当中啊，人最多的地方啊，或者是生命最多的地方是不是人啊，而是地狱啊，然后呢，其次啊就是恶鬼，然后就是动物啊。那么动物界当中啊，有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动物，但是呢，这个跟动物的数量跟恶鬼或者是跟地狱比较的话，那就是动物是很小一部分啊。那么这么多的生命啊，他们都在地狱当中，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而我就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这一生当中这种机会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那这样子去思考，这是身体啊，身体环境和身体啊。身体呢，我们可以分身口意啊，然后地狱众生的身口意是什么样子，然后我的身口意是什么样子啊，这样子去思考思维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他的感受痛苦，痛苦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地狱众生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痛苦啊，所以呢，他的心是没有自由的啊，没有自由。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啊，就感受到很大剧烈的这个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想不出什么别的，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在这个身体的疼痛啊。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修出离心，没办法修菩提心。同样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啊，没有这个自由的心。我们刚才也讲到，比如说我们要去学佛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肉体精神上的这种安全感啊，或者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啊，生活的基础啊，才能够有机会去想，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才能够可以的啊，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比如说就是当我们生病了，就躺在这个病床上啊，而且我们就是正在感受一个非常剧烈的这个疼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非常好的修行人以外我们一般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想不出出离心，想不出菩提心、慈悲心、出离心，什么都不存在。这个时候我们想的只是自己，我们这个时候关心的、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病自己的疼痛，其他什么都这个时候没办法关注同样的，地狱众生他就是一年四季24小时，他关注的就是他的疼痛，所以他的心没有自由，他的心没有办法去像这个慈悲心呢像这些菩提心呢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自由就是因为他的肉体上的这种痛苦非常的这个疼痛非常的剧烈非常的强大，所以他的心就是根本就不自由的心不自由，没有这样子的自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然后我们要对比一下我们自己，那我们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烦恼有些时候也就有很多这个烦恼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一些真正的修行人，稍微比较有功夫的人以外，我们大多数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的修行这个时候也用不上。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去想可以去修可以去，我们的心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的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有自由的啊，我可以去想出离心、菩提心啊，解脱啊，发善心啊，这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自由。那么地狱众生就没有。这是第三个思维啊，思维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去思维啊。我们很多人讲，以前呢，我们经常有人问我修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呢，一会儿就全部想完了，然后想完了以后就不知道要去想什么啊。这个其实这个方法不对啊，就是要想这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一会儿就想完？这个完全可以就想1个2个小时的啊，要深入的去思考，一个一个对比啊，这个一定会，我相信对你们所有人的触动一定会很大的啊。平时我们自己很自由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我自己的自由啊。当我们很幸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自己的幸福啊，人都是这样子啊，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自己很幸福、很开心啊，尤其是很幸福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幸福。但是痛苦啊，有一个对比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哦，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很幸福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自由的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的对比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我是很幸福的，实际上这个是很幸福的，但是呢，不觉得自己很幸福啊，不觉得自己很幸福，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很幸福。有对比的东西啊，或者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或者发现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啊，有对比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觉得哦，我原来还是很幸福，还是很自由啊，等等的。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我们人类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这样子就错过了啊，很多机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呢，没有对比的时候呢，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那么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这每一个机会都我们没有办法去珍惜，每一个机会都错过了啊，所以佛就觉得啊，这个首先要去肯定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也就是充分的去了解我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啊，很幸运的人啊，要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的啊这些机会啊是很难得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懂得珍惜啊，才能够懂得珍惜，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珍惜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个功课啊，不是念经，不是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磕头念经这些都不是。第一个功课呢，充分的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一生当中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人生的这个所谓价值的核心啊，核心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啊，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就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的选择，然后我们充分的了解了这个选择这个机会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啊怎么样去珍惜啊，怎么样去珍惜。这个时候呢，从此以后开始啊，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走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懂得怎么样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怎么样珍惜这个机会啊。当然，我们人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世界虽然不像地狱，但是呢还是很糟糕的啊。那么我们拥有的这个身体和心，我们刚才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毕竟是肉体血肉构成的，毕竟是我们的心就是凡夫普通人的心，很脆弱的，所以免不了各种各样的这些一些小小的挫折。但是呢，从整体我们如果懂得看远一点、看高一点的话，那么这些很多的这些
事情啊，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啊，这些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对比啊，要懂得对比，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是第三个对比。然后第四个对比，最后一个啊，第四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啊。那么地狱的众生啊，地狱众生的生命是特别特别的长啊，生命特别长。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当中，或者是所有的生命啊，生物啊，所有的生物当中啊。最长的生命啊，最长的生命就是地狱众生的生命，因为他造了太多太多的杀盗淫妄啊，如果他的这种罪业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堕地狱的啊。就堕了地狱的话，这个就是说明他的这个罪过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他的寿命也是很长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地狱当中啊，他们的寿命都是上万年以上的，上万年啊。那么上万年啊，意思就是说，就比如在这个地狱当中啊，就活了上万年。那么在这个1万年当中呢，他根本就是没有去学习，没有修心，没有这个行善的机会了啊。就这么长时间当中没有行善的机会啊。那我们可以对比，我们人也有忙的时候啊。忙的时候，但是呢，每一天这个24小时当中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啊，可以去学习啊，可以去休息呢啊，都有的啊。那么地狱的众生呢，只要他从这个地狱当中死了啊，能够投身到人间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学习修心的机会啊。平时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根本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地狱的世界里面呢，活一天啊，那就是等于就是这个一天的时间当中是没有修行的机会，没有行善的机会啊，没有行善的机会。所以在地狱世界里面呢，永远都是没有行善的时间啊，没有行善的机会。那么我们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再忙啊，也可以，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去修心啊，可以安排的啊。这样子，这是我们这个4个方面去思考啊，希望大家要这个认真的去思考。我觉得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人，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刚刚在这个学佛的路上啊，刚刚走1步2步的人啊，所以呢，我们都有烦恼啊，都有烦恼。我们这个世俗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啊，我们都是大同小异的啊。人的长相不一样，人的身份不一样，但是呢，所有的凡夫人啊，他的共同点啊。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欲望啊，有嗔恨心啊，有愚昧，我们太多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3个就叫做佛教里面就叫做贪嗔痴啊，这个烦恼我们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烦恼啊，都有这些痛苦。但是呢，这样子对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我有这么多的时间，我这么幸运，我有这么多的这个机会，那我也不应该错过这些机会。那这么多，比如说地狱当中有这么多人，他们都没有这些机会，那么而我有那我有的话，那我应该不要浪费这些不要浪费这些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平时我们没有看到饥饿的地方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吃饭浪费食物呀不珍惜呀，都是这样子。我们不觉得不
不觉得这个很少啊食物，然后呢，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就像非洲索马里这样子的地方，干旱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没办法吃不上粮食啊，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就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这个饥饿饿死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盘里面的这个食物的价值啊。这个时候我们才懂得不能浪费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不应该浪费。之前我们不觉得，我们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倒掉啊。但是我们发现了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人吃不起饭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这个食物的才懂得珍惜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当我们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懂得珍惜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就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金钱家庭这个婚姻感情还有这个比如说权力地位等等所有的东西当我们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觉得不觉得很珍贵然后所以呢，我们也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珍惜那么这些东西当我们没有这些失去了以后呢，才能够才懂得珍惜，但是这个时候都已经晚了，没有用那么这是最愚昧的做法。一个聪明的人的做法是什么呢？最聪明的人比如说他现在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机会呢还没有失去，他正在拥有这样子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希望更加的珍惜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他要去思考一下另外一个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种机会的人他的状况然后去对比自己的有的时候和没有的时候要对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时候比如说我过去多么多么好现在多惨那这样子的对比是没有用的这个是愚昧的人才会这样，最愚昧的人才这样子聪明的人呢，当他自己拥有的时候呢，他不太珍惜的时候，然后他去对比别人身上发生的这些东西用来对比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对比这个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的做法。这时候呢，他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来之不易的那么既然这么来之不易，那我不应该浪费我应该懂得珍惜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修人生难得也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今天讲的这个修法有3个阶段3个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刚才分了4个部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总的来说，我们去了解这个，比如说地狱众生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从4个方面去了解，对比了对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我们刚才呢还不是对比，我们先去了解了了解以后呢，我们现在第2个阶段，我们现在就是要对比对比。那么这些众生是他们的环境是这样子，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子他们的这个痛苦是这样子各方面的去想完了以后呢，然后回来再想我自己的现在我有这么好的这个环境随时到处都有佛法到处都有佛经，然后有这么好的身体，随时都可以去磕头，随时都可以去布施，随时都可以去帮助别人随时都可以去参加这个慈善义工，去当义工等等。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4个，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呢，这个对比我也已经是在前面这个当中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去思维的时候，还是要把分开，先去了解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些4个方面了解完了以后呢，第2个阶段，然后我们再去对比对比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我这一生当中，不管我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啊，不管我的学历有多高啊，总的来说，也可以说从学习、从修心，从学佛的这个角度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这样子，这个就是叫做肯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啊。刚才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地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愚昧的人，当他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珍惜，所以让他去看没有这些机会的人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懂得机会懂得这个珍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当我们自己有粮食的时候，我们不认为这个很有价值，或者是应该珍惜我们不懂得珍惜，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地方没有粮食然后就是有这个饥荒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不容易这个盘里面的粮食是不容易的应该不要浪费，应该珍惜，这个时候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道理。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那么这么多人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而我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我这个是很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话，那我应该去做什么呢？就是我要珍惜最后这个就是结论前面的这两个就是过程这个就是结论。最后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一定要珍惜这个人生我一定要珍惜这个人生。如果我这一世我不珍惜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也有可能像地狱里面的众生一样，没有这些东西有可能我也是会失去这一切。那么我失去这一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想修心也没有办法修心所以我现在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去修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动力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学佛的动力。我们就像小学1年级的第一天的这个课本的内容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要鼓励自己原来我有这么好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很难得的那我拥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那我应该怎么做？那我要珍惜它珍惜它，我也好好的修心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生命要珍惜我的生命我必须要把我的生命做到有意义的有意义的。那么什么是有意义呢？当然就是不是吃喝玩乐是最有意义，真正的有意义就是我们去修心。当然吃喝这样子的人的基本的这些需求，生活的需求，佛教它从来都不反对的佛教不赞成当一个苦行僧他不认为苦行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方面完全有一个现代的城市人的一个生活完全拥有这样子的生活，同时呢也有一个也可以有一个很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过去的这个想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丰富的精神生活，那就是必须要苦行如果必须要苦行，如果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精神上什么都没有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其实一个人完全是这两个可以平衡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当苦行，这个不可能的也不需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有物质的这个生活，同时可以不仅仅是可以有物质生活，而且可以有很富裕的很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我们也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精神的生活这两个完全是不矛盾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这一生当中呢，物质生活我可以有我可以去享受这一切但是呢，这个不是珍惜我的生命的意义这个我就是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这个才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吗？肯定不是，这个还不能作为我的生命的意义我的人生的意义应该是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这个时候就下了决心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需要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那么什么时候人生难得修好了呢？什么叫修好了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觉得我们的这个人生很难得，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那么自从学了这个，尤其是修了以后呢然后就有一个不同的非常明显的变化，也许是1个月2个月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深深的体会到，发自内心的就体会到，我这一生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是没有的我拥有的今天的这一切是很多人是没有的，不但是没有，而且他们呢就成千上万年这么长时间当中都没有的那么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必须要去珍惜我必须要去珍惜，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难得就修成功了修成功了这个界限很清楚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点都不模糊当我们的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这个可以说给自己安排，我现在可以修下一个修法了，我这个修法已经修得差不多了，那可以这样子很清楚的，一点都不模糊的。这是37个修法里面的第一个修法了今天我讲的是第一个修法然后接下来的其他的这些修法呢其他修法当中的24个修法24个修法呢，我今天讲的这个修法就涵盖了24个修法刚才我们讲的先是分3个阶段第一个去了解比如说地狱众生的这个环境寿命这方面这个就我们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比然后第3个呢就是这个了解和对比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下决心，我一定要珍惜它一定要珍惜的，这个就是它的结果。这3个是框架性的那么我们刚才想的是什么呢？是地狱的这个环境那么下一个是去想什么呢？想恶鬼6道轮回的恶鬼的这个环境然后再下一个呢，我们再去想这个动物的环境这个就更容易了，因为我们动物大家都因为现在这个电视当中我们就这个比以前更多的了解这个动物的生活，所以我们动物的环境动物的这个生命就是也是就刚才这个4个方面比如说一个动物如果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现在这个心在一个动物的身体当中在一个动物的大脑支配我们的这个心的话那么我们有机会去这个修慈悲心吗有机会去相信轮回吗？有机会去学这么多东西吗等等这样子去思考，然后呢对比我们跟地狱的众生先对比，然后跟恶鬼道的众生对比，然后跟这个动物的这个对比4个方面对比，最后结论都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很真很这个难得很难得，我要去珍惜这个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3个阶段里面的前面2个不一样，后面的这个
都是一样。但是这个模式，这是一个思维的模式，这个模式都是一样的，先是去了解，然后再对比，最后就是要珍惜下决心要珍惜。这3个这个方法都是在任何一个这个修法上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去了解的这些，比如说有些时候是地狱，有些时候是这个恶鬼这个不一样，但是这个框架性或者这个模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当中呢，就已经包括了24个修法然后接下来的还有13种修法13种修法呢，我们还有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其他上面都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其他的这个修法呢，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讲不需要一个一个讲，然后你们去看书看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讲了地狱然后接下来你们去看书去了解这个恶鬼，然后呢恶鬼道的这个4个方面呢去了解，然后再去对比然后再去看这个动物的这个环境，动物的身体，动物的痛苦，动物的这个时间然后这4个方面去了解，然后再去对比以后就下决心，我要去珍惜我的生命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修法就这人生难得的修法当中24个修法都是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很疲劳心很疲劳就思考多了以后就不想修，不想去思考不想去思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来所谓的静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心里放空把所有的这些念头这些念头都清空清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我们的这个心里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没有任何杂念，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片空白就是一片空白平时我们发呆的时候是一样的，这样子发呆就可以了2分钟3分钟休息一下，这是一种休息的方法然后休息完了以后呢，它自然就会产生念头那这个时候呢，不要让它产生其他的念头，让它去思考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方法进一步的去思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超过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然后呢，11号的晚上这个时候还有这个课要继续的讲。在这个之前呢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书有什么问题不懂的地方大家到时候可以写纸条到时候可以提问题我们今天呢就是不提问题了好，我们最后大家回想。Sonum de Tamja Zurbani Domini Pidana Bashi Kirgana Jivalon Japa Jibin Zolin Doa Dojo Oma Ahom Banzernger Pamasada Oma